在现代社会中，我们个体的每一个小行为都可能触发出一个巨大的结果，就如同2024年财政部公布的其中一位得主所经历的经验一样，仅仅因为买了一杯45元的咖啡，竟然促使他意外地成为千万富翁。在这里，我们不禁要思考，这是否证明了因果关系在我们生活中的作用，又或者只是纯粹的巧合？首先，我们来看哲学中的因果关系，常常被理解为一种如果、那么的结构。也就是说，如果存在某一个条件就是因，那么就会产生某一个结果就是果。从这种观点来看，因果关系提供了一种说明我们生活中许多现象的有效方法。例如，当我们渴望理解为何会下雨，果，我们可能会寻找到云层中水蒸气高度浓缩，因作为解释。因此，这种关联性的思考对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的实践显得非常重要。然而，对于像我们上述例子中的千万富翁这样的情况，我们能否将它视为一种因果关系呢？针对这一点，学者们的观点分歧。一方面，一些学者认为因果关系必须符合必然性，也就是说，因必然导致果。比如，如果我们放一个冰块在室温下，那么它必然会融化。这种关系在自然科学和数学等领域中表现得特别明显，其对因果的理解倾向于明确划分因和果，并且用一个直接相连的、确定的关系将二者相连。另一方面，另一些学者则强调可能性的作用。对他们来说，因果关系不必完全符合必然性，而可能性的存在同样重要。他们同意，虽然有些情况下能确定地导致果，然而在其他一些情况，如前面所说的咖啡富翁，果成为千万富翁的产生并不仅仅由某个清晰的因，购买咖啡导致。因此，他们将其解读为一种可能的因果关系，并强调从宽广的角度去看待生活中的种种偶然事件。固然，无论我们选择哪一种解释，都不可能彻底地解决我们面对的问题。因果关系，无论凝结于必然还是可能，都无法将生活的全貌完全显现出来。非论我们选定哪一种观点，都需要先提醒我们自己，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有一个确定的答案，并且不过不是用单一原则去解释所有的现象。当然，你可能问，那么我们该如何应对这种情况呢？我们可以有一种论述，但我们的目标不应该是追寻一个终极的答案，而在于如何处理这些叙事的不确定性，以及对于因果的理解所带来的影响。在这一过程中，我们需要保持理智，意识到我们的知识并不是无所不包，并要努力解放我们的思想。比如说，在我们的例子中，无论这位咖啡富翁的财富究竟是否源于他买咖啡的行为，我们都不该把他的中奖完全归因于他的单一行为，而是应该把它视为他生活的一部分，并从更宽泛的角度去认识它。这样，我们就能开始理解，在我们现实的生活中，因果并不仅仅是一种理论，而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。我们需要继续探索和质疑，并且勇于面对自己对因果的理解可能带来的挑战。接着，我们看佛教中的因果观，其实与我们一般意义上的因果观略有不同。这个观念多源于佛教的核心教义因缘法。因缘法并不仅仅解释单一的因导致单一的果，而是强调一切事物的生灭都是在无数的因缘集合之下才得以实现。在这里，因代表一个或众多的先行条件，
而果则代表随后发生的结果。缘则表示和因果关系相关的一系列补充条件，这些条件携手共襄，共同创造出某一当下的现象或情境。每一个行为，无论大小，都可能在未来的某一个瞬间产生后果，就像种子经过时间的滋养后结出果实一样。佛教的因果观强调万物皆由因缘集合而成，并不是孤立存在的。每一个我们看似独立的现象，其实都是由众多的因缘交织而成的。例如，一朵花的开放，除了需要种子的生长，在日光、水源、土壤等众多外在条件的滋养下，才得以绽放。同理，一个人的行为也是由其内在思想与外在环境共同塑造的。这种观念有助于我们理解生活中种种现象的出现，不是单一的因果关系，而是由众多的因素互相影响，共同作用的结果。这就是佛教对于因果的基本理解，是种深层次、更全面的认识，帮助我们看到生活与万物的真实相。有了这个理解，我们就可以看到，像我们之前讨论的千万元大奖的获得者，他的财富并非仅仅因为他购买咖啡这一行为的结果，而是由无数的因缘共同作用的结果。因此，当我们要理解那些看似不可能的结果时，就需要考虑到更广泛的因素，并尊重生活的复杂性。就像佛陀所说的，一切法相，不去不来，不生不灭，平等无碍。这意味着一切都是相互联系，互相影响。我们需要用一种开放的态度去面对并理解生活。然而人生充满着许多未知与惊奇，而这挣扎在必然性和可能性之间的对话，不仅在哲学或科学领域中占有一席之地，同样在紫微斗数、命理学等领域里也拥有一股深远的影响力。就像我们之前提到的咖啡富翁一样，他的惊人之福并非单纯由他的个体行为买一杯咖啡所决定，而是在固有的命理中，多重的缘分与时间交汇，终于在2024年的甲辰年结成了令人惊奇的果实。在紫微斗数中，2024年甲辰年的禄存星于寅宫，尽管禄存星并非直接代表意外之财的财星，然而禄存星的位置在流年中落在命宫、财帛宫、福德宫，仍都象征住个人的财富和收入状况。以咖啡富翁的实力，我们能看见的是他的流年禄存，也就是他在当下的时间与地域下的数据点，巧妙地搭配上禄存星的能量，向我们展现了他在命运中的财富状况。就在喝咖啡的那一刹，他突破了人生的一个新里程碑。禄存星在紫微斗数中的特性显示，这颗星代表财富和收入的来源，其位置尤其是对个人的财运状况产生重要影响。禄存星的良好位置一般意味着财运稳定，经济条件良好，并且对于个人的财务潜力和理财能力也有深远的影响。当禄存星位于良好的位置时，这使得人们不仅有稳定的收入来源，更有可能在事业和经济状况上得到成功和成就。在甲辰年中，禄存星所呈现的特质和力量，根据紫微斗数的分析，有3大生肖与之呼应，分别是属虎、属马和属鼠的人。他们在这年将会经历重大的财富变化。根据紫微斗数，他们的财路会有相当的调整和改变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可不可能增加自己中奖的机会呢？每一个生肖都有其对应的方位和颜色，这些都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应用，提高自己吸引财运的机会。
若是要增加中奖的机会，属虎的朋友，财路方位在中央偏西北方，穿青绿色衣服带黑色配件；属马的朋友，财路方位在南偏东南方，穿红色衣服带青绿色配件；属鼠的朋友，财路方位在西，可穿亮色衣服带金色配件。方位指的是你所居住的处所，又或者办公室位置的方向。例如要到商店买东西，就可以往居家或办公室的适合自己的方向去购买商品，并保留好发票。下一个中千万发票的也许就是你我。从道家的角度来看，心灵的平衡和谐状态是非常重要的。在面对2024年甲辰的财富规划时，我们亦应该重视这一点。道家认为人应当顺应自然，不可强行改变。因此，从道家思想出发，我们在面对财富规划时，也应该有随和接受的心态，排除掉过度的贪婪、执着或冲动行为，而以冷静和理性的态度面对财富的得失，从内心深处去接受和包容家庭、工作、社会等各种活动所带来的影响，从而达到一种心境开阔、身心合一的境地。有一句俗语说，适者生存。在财富规划这件事上，这句话也十分实用，因为没有必要总是追求更快、更高、更强。我们需要的是学会适应，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做出判断，不被外界的声音影响。这往往能让我们保持心灵的宁静和和谐。再者，并不是每一次消费都需要花费大量的金钱。学会省吃俭用，不一定就意味着舍近求远。有时候，简单的生活才是最真实的。记住，生活的品质并不只在于物质的丰富，反而更在于心灵的富足。此外，情绪的调节也是非常重要的。调整我们的心态，用积极和对的方式看待自己和他人，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面对生活中的挑战。而且，记住要保持自我，适时地给自己一些奖励。毕竟，爱自己是最好的爱。还有，别忘了呵护我们的身心健康。长时间的工作压力会对我们的身心健康产生影响，因此，定期运动，保持良好的饮食、睡眠习惯，都是非常重要的。最后，我们要记住，尽管我们生活在一个利益至上的社会，但分享和付出是快乐的源泉。当我们有能力帮助他人时，不妨大方地分享我们的善意和爱心，这样不仅能给别人带来帮助，也会使我们的内心充满喜悦与宁静。希望这些真诚的想法能对您有所帮助。我们下次见。